我家隔壁新搬来一个神秘男人邻居，还特别毒舌。某天，他像是终于忍不下去了，大半夜的敲开我家的房门。你看男人的眼光是不是都掉到狗洞里去了？人家智商、情商最起码有一个在线，你倒好，两个都不曾拥有过吧？就一个出轨的渣男，值得你半夜3更不睡觉，在老子面前出演1哭2闹3上吊？老子这样一个高大帅气、颜值爆表、智商在线的高富帅，难道不香吗？成为年入千万的高富帅老婆，难道不香吗？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下班回家的路上，发现有一个流浪汉跟踪我，他穿着一件开衫连帽卫衣，帽子将他整个头都盖了起来，嘴里还叼着一根外包装被扯到一半的香肠，脚上穿着一双邋遢的人字拖，最重要的是，他手里拿着一根狗链。我害怕地加快了回家的脚步，走到电梯门口，我哆哆嗦嗦地拿出手机给男朋友发短信，我感觉有个变态跟踪我，你在哪里？谁知短信还没发出去，我身后的那个流浪汉倒是慢悠悠地开口说话了，想多了小姐，我不是变态，我只是大半夜出来遛狗而已。说完，他还用鄙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再说了，这么大的一只萨摩耶，你没有看到吗？话音刚落，流浪汉一转头，整个表情就这样僵在脸上。我靠，狗呢？流浪汉自己嘴里的香肠都忘记啃了，转身就去小区花园里搜罗他的狗。而我一个人站在电梯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捧腹大笑。我拿着手机跟朋友说这件事，电梯门叮咚一声打开，我刚迈出电梯门，就看到一团白花花的东西挪到我的脚边。我的视线从手里屏幕移开，这才发现我家狗今天竟然破天荒的在电梯门口等我下班。这么乖的吗？没多想，我就开门跟萨摩耶一起进去了。许是今天早上忘记遛萨摩耶了，他一进门就显得特别的兴奋，颇有一种想要拆家的感觉。我走到客厅，一屁股刚坐下，就看到他直直地朝着阳台门冲了过去，然后哐当一声，我都被他吓懵掉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自杀。然而1分钟之后，更让我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从阳台外面出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萨摩耶。于是大眼瞪小眼，人眼瞪狗眼，硬是没瞪明白哪只狗才是我的狗。白雪，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狗名，谁知道2只萨摩耶一起叫了，简直就像是狗胎里出来的孪生兄弟。我立马想到了丢狗的那个流浪汉，可当他站在我家看到2只狗的时候，显然也成功蒙圈了。你也养了萨摩耶？我点点头，一脸无语地看着他。他不死心。馒头，2只萨摩耶又一起很嗨地叫了一声，真是默契。流浪汉深吸一口气，然后托着腮，看上去正在沉思。没关系，我家是小公狗，我家也是。我家刚给他去宠物店做了护理、剪发、美容，我家也是。我俩扯东扯西扯了一大堆，硬生生的耗费了好几百个脑细胞，都没有区分出到底谁是谁家狗。狗被我们折腾的累到直接地上直接抱在一起呼呼大睡了。我们2盘腿坐在地上，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动都懒得动了。就在这里，我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要不给他们滴狗血验亲？流浪汉直接瞪了我一眼，你是人，他是狗，滴他的狗血验你的亲吗？我从他的眼里明晃晃赤裸裸地看到了白痴2个字。流浪汉虽然对我的说法表示有些嫌弃，
但也拜我所赐，他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来试图继续辨别一下两只一模一样的萨摩耶。宠物医院内，医生看了眼此刻坐在地上笑得一脸开心的萨摩耶，又抬头看了看此刻站在他们面前一脸严肃的我们俩。两只狗抽血的时候，叫声那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惨绝人寰。我俩尴尬对视，从彼此的眼里都看到了一种无奈。养狗不易，且行且珍惜。医生说，萨摩耶这种狗就是比较喜欢跟同类的狗一起玩，说不定等他们彼此玩腻了，就自然而然会主动过来找你了。那大概是多久？流浪汉有些无奈地开口：“这个主要还是要看萨摩耶心情，我也说不准。得，搞了半天，他还是老大，还要看他心情。等抽血化验结果的时候，流浪汉说，能不能让我帮忙照顾几天他的狗？他这几天要去外省出差一趟，回来也有一堆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所以昨天才会出门遛狗的时候，一个不留神把自己家的狗给弄丢了。我从头到尾的扫描了它一遍，迟疑了那么01秒，不免费，有偿养狗。他似是看出我的顾虑，在我还没开口说话的时候，先我一步说了出来他的条件，并将一张闪闪发光的金卡放在我面前，没有密码，金额没有上限，你随便刷。这么相信我的吗？不怕我刷爆他的卡吗？我这才注意到卡主名叫白思妍，辛苦你照顾我们俩儿子。我这边还没反应过来，差点就被他这句话呛到原地去世。还没结婚呢，哪来的儿子？宠物医院的前台用余光看了看我俩，一脸吃瓜群众的模样。我被白思妍气得老脸通红，二话不说就把卡揣进兜里。我不会贪图你的钱，到时候我会把消费记录都给你拉个明细出来。我这边话音刚落，就看到有一只小柯基蹦跶着小短腿跑到流浪汉的身边，还特别热情地蹭着流浪汉的裤脚。白思妍今天换了一身特别正经帅气的职业装，熨烫笔直的衬衫将她的好身材展示得淋漓尽致。最重要的是，她的那张脸英俊潇洒，简直就不能单单用一个帅气来形容。可不要乱跑，不好意思哦。一时走神，没看住狗狗。咦，思妍，你今天也过来了？一位踩着细高跟，穿着紧身小黑裙，烫着大波浪的美女很是高调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还一脸亲昵地走到白思妍面前，伸出手挽住她的胳膊，假装给她拍了拍手臂上的灰。你看看这身上的毛，肯定是刚刚抱着馒头的时候不小心沾上的吧？咦，这位小妹妹看上去年纪还很小的样子呢，她是你外甥女吗？大波浪美女装作一脸好奇的样子看着白思妍，她蹙着眉将手抽了出来，然后跟大波浪美女保持了一段距离，疏离又冷清的开口：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到这么亲密的地步，还有，我才31岁，平常保养的也不错，看上去应该没有这么老吧？她看上去像我的外甥女。美女低头捂着嘴巴，轻轻一笑：哎呦，你看你就喜欢较真，我这是在夸小妹妹年轻貌美呢。你看看妹妹那身上的衣着打扮，是我现在想都不敢想的呢。说完，她还特地将她的大波浪甩在背后，露出她地罩的胸。我狠狠地深呼吸一口，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表里表气吗？这能忍？明显不能。看来这位大姐上了年纪，果然眼光也不太好了。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可不是她的外甥女哦。美女听到大姐2个字，气得鼻子都歪了。她刚刚还把自己的私房钱给我了呢，你猜猜我们是什么关系呢？
我说着，从兜里掏出那张金光闪闪的金卡，准备闪下他的狗眼。大波浪美女脸色黑得跟少年包青天一样，一把拎起柯基，两话不说，转头就走。我看着他愤愤离去的样子，笑得很是开心。白思妍唇角微勾，带着一种欣赏的眼神看着我。没想到啊，年纪小小的，战斗力可不小。我傲娇地抬起下巴，下一秒，手机里传来滴的一声，是白思妍给我转账的500元，作为你赶走我身边苍蝇的奖励，记得给我们儿子加餐。我果断收下可爱的人民币，正准备退出微信，就看到闺蜜给我发来一大堆的截图。我打开来，映入眼帘的是我男友张艺兴跟岑悠然的朋友圈互动。岑悠然是他的前女友，张艺兴大概是仗着我没有岑悠然的朋友圈，所以让我误以为两人已经分手。但其实他们两个人在背地里还藕断丝连，甚至在我这个正牌女朋友一次次需要他的时候，他都选择陪在他前女友身边，为他嘘寒问暖。在他生病发朋友圈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放下跟我一起共进晚餐的机会，去选择照顾生病的他。在他分手伤心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赶到，给他一个依靠的肩膀。在他发朋友圈找人一起去登山散心的时候，他会选择放下我与他早就已经约好的电影，而去陪着前女友一起登山。所以种种迹象都已经说明，在他的心里，前女友岑悠然的存在远远比我重要的多了。闺蜜最后还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视频里是岑悠然喝醉酒，整个人趴在张艺兴身上的样子。而那天是我给他发微信，说有人跟踪我，让他过来。我给他发的消息石沉大海，而前女友就算是放一个屁，他都能屁颠屁颠地跟着去。我感觉自己被狠狠地甩了一巴掌，越想越委屈。就算是两只狗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你也别哭啊，大不了我把我的狗也给你，抚养费我出呀，你别哭呀，我又没欺负你来的。不然你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只要我能够满足你的，我都能答应你。白思妍看着我的眼泪开始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她有些慌了，连忙抽出餐巾纸递给了我。我摇摇头，声音沙哑地开口：不是，我看到一只贱狗吃里扒外，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抽了抽鼻子，突然又觉得对着白思妍这样说张艺兴有点不太好。我余光一瞥，看到后座位上两只无比洒脱的萨摩耶。我是怕你打我，他们都把你的真皮座椅给当作磨牙棒了。两只萨摩耶似乎是在暗自较劲，一口一个真皮座椅，后座位简直就是狼狈至极。宠物医院很快就给我们发来消息，验血结果对我们区分两只狗没有太大的帮助，无果。于是只能决定先由我暂时寄养它们，等到时候想出办法再说。但我心情不好，于是胡乱地给他们喂了一点狗粮，就敷衍了一餐。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我那天晚上根本就睡不好，因为那两只狗实在是太吵了。不过是一餐没有给他们加零食，他们就像是要翻天一样。可我心里清楚地明白，让我失眠的真正原因是张艺兴。一想到某个渣男竟然脚踏两只船，踏的还是前女友这条已经踏过的烂船，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别说睡觉，就连饭都吃不下，一口气就这样堵在我的胸口，上不去又下不来。我跟张艺兴是校友，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凑巧拿到了同一家公司的 offer， 一来二去熟络了起来。在他开口提出交往的时候，我没有拒绝，
当初还因为他看上去敦厚老实而想要尝试的心，如今只感觉被一盆冷水浇灌得拔凉拔凉的。今晚周末朋友临时有事让我过去帮忙了。你手机里发给我的短信，我早上的时候才刚刚看到。你周五的时候没关系吗？我看到后很担心你。张艺兴端着一张职业笑脸跑到我身边，我笑了笑，淡淡的开口：没事，希望你这个渣男能够离老娘远一点，越远越好，谢谢。可某傻逼脸皮厚道，简直就是你想象不到。他继续开口：你周五说好要给我带自己做的早餐，你的爱心早餐呢？我可饿着肚子等着呢。他还很是亲昵的想要来拉我的手，我接着拿手机的机会，成功的避开了他的触碰。哦，早上的时候确实做了你爱吃的培根蛋堡三明治。我收回手机，顺势将手插在口袋里面，但是一个不小心被萨摩耶给偷吃了，现在应该已经在狗肚子里了。没错，喂狗都不会给你吃，你在我心里已经连狗都不如了。张艺兴微微叹了口气，说了一句：那真是可惜了。我没应他，因为是公司新人，我们手头的工作量跟老员工比起来不减反增。我正在自己的工位上忙着自己手头的项目，就看到张艺兴拿着杯子走了过来。我余光瞥了一眼时间，才3点。张艺兴堆着满满的一脸笑，跟我说他手里的项目还差最后一点结尾，但是他晚上要跟朋友出去喝酒，所以能不能让我帮忙给他加个班，把项目给他收一下尾。如果是以前，我可能还会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可我从昨天开始就知道了，这个男人表里不一的人模狗样。托闺蜜的消息，我知道今天晚上是岑悠然的生日会，张艺兴也答应了岑悠然会陪他一起过这个生日。看看多么深情的一对前任关系，难道我就应该当炮灰吗？闭眼深呼吸一口气，我正想对他骂个国粹出来，就看到白思妍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国，还闪现在我们这一楼层。难道他也在这家公司上班吗？我的国粹就这样硬生生的被我憋在胸口，憋得我都生疼，导致我整个人看上去显得有些气鼓鼓的。随即一想到他跟前女友恩恩爱爱的情景，而我在这里孤零零的给他加班赶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委屈的眼圈都有些发红了。白思妍像是特地经过我这边，顿住脚步。怎么吵架了？张艺兴很是大方的摸了摸我的头。没什么事，就是女朋友有些小情绪，我哄一下就行，不碍事。白思妍的眼神在我们之间游走了一下，没说什么，抬脚离开了。将近下班的时候，主管告诉我们中国区的 CEO 等下要认识大家一下，竟然就是白思妍，这个新搬来我家隔壁的邋遢流浪汉。怪不得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开口问过我的名字，感情这人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了吧。会议后，白思妍将我跟张艺兴2人单独叫到了办公室，他放在桌上的手慢悠悠，一下又一下地敲打着，随即他的目光移到我的身上，似乎是带着点故意的情绪。你今天晚上早点下班吧，昨天晚上2只狗有些闹腾，你肯定也没睡好，早点回去休息吧。张艺兴闻言睁大了他的狗眼，在我们俩之间游走着，还以为自己听差了，报复他的好机会来了。我立马反应过来，是的，昨天晚上是没休息好，今天早上起来都感觉腰酸背痛的，那我先回去休息了。我还做事捏了捏我的腰，我踩着高跟鞋，一脸得意地从张艺兴的身边走过。怎么？难道就准他跟前女友背地里藕断丝连吗？
当我这个现任女友是傻逼加炮灰吗？错了，老娘折磨他的方法多了去了。我在工位上哼着小调，收拾好东西，正准备背上我的小包包，开心地踏上回家的道路，就看到白思妍给我转发了一个视频。我好奇地打开来看，视频里是2只萨摩耶正努力地对着他的公寓门狂叫着。不是，他们怎么就从家里窜出来了？我脑回路还没理清楚，就看到白思妍紧绷着一张脸从办公室走出来，还看了我一眼，跟上，回去好好的收拾一下你的儿子。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咬牙切齿地说道。我立马背上包，跟在他的屁股后面。星晚，你要回去了吗？我送你。张艺兴拦住我，眼下还想努力地在我面前刷存在感。我想也没想，当作无视他的模样，从他的身边绕过。可白思妍却停住了脚步，然后转身勾唇看了一眼张艺兴。我带他去，你回去工作，不完成项目今晚上不准下班。我用余光瞥了一眼张艺兴，果然后者脸都黑了。我在心里暗爽，果然白总就是给力。屁股刚坐上副驾驶的位置，微信里就叮叮叮叮的发来了不下4条的微信，用脚丫子都能猜到是张艺兴的杰作。你为什么会跟白总很熟的样子？你们是不是除了上下属之外还有别的关系？他为什么会知道你住在哪里？他是不是包养你了？你别逃避问题。江心婉，真看不出来，你背地里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吗？我将他的消息屏蔽掉，就连一个字都懒得回复他，也让他好好的切身的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等待的滋味。车子开进小区，我们2人刚走进电梯，还没到楼层，隔着大老远就听到震耳欲聋的狗叫声，此起彼伏，一个比一个响。我俩对视相望，有一种此刻想要把狗子拎起来打一顿的想法。电梯门叮咚一开，萨摩耶看到我们俩的出现，开心地冲了过来，其中一只头上还顶着我刚买的蕾丝内衣。那一刻，我真的很想找个洞把狗埋了。没错，是狗，不是我。我紧握着沙包大的拳头，冲上去就像要抓住他们狠狠地揍一顿。谁知道他们眼下倒是有眼力见了，立马转动方向开始逃跑。于是一整个楼层开始了人追狗大赛。还好这个楼层目前只有我跟白思妍2个用户。白思妍礼貌地跟物业大叔沟通好，然后跟物业送别后，下一秒就看到萨摩耶冲着白思妍跑过去。许是因为狗过于激动，他头上顶着的内衣就这样随着惯例甩到了白思妍的头上。世界一片安静，如此美好。然后我就眼睁睁地看着白思妍一脸淡定地将头上的文胸摘下来，递给我，然后伸出她纤细的手指，松了松领带，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发现的怒意。他二话不说，拎起萨摩耶的狗头，3天不打，上房揭瓦，爸爸满足一下你的需求。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瞬间，他已经拎着狗进了屋。我正准备进屋阻拦一下，好巧不巧，张艺兴的电话此刻轰炸过来。星晚，你跟白总，江星晚，就是你家儿子做的好事儿，给我滚进来，好好的教训一下他。公寓门打开着，白思妍的怒吼声传入我的耳膜，也清楚地透过话题传到张艺兴的耳膜。我拿着手机的手一哆嗦，手机差点就这样摔出去。张艺兴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即更加紧张地开口问道：你们难道是地下恋情？星晚，你该不会……张艺兴说的断断续续的，我本就在心里一顿烦躁，偏偏他还自己撞到我的枪口上来。我低头看了一眼
蹲在我腿边，正紧紧地抱着我大腿的那只萨摩耶。眉心下意识地跳了跳，想也没想的就开口对他：“给老娘滚一边去！老娘忙着去救我家儿子呢，懒得再去搭理他。”我直接将电话调成静音，然后塞到屁股口袋里。进门后，我端端正正地站在一边等讯。白思妍坐在沙发上，抚着额头，一脸的无语样。他这才想起来，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可以区分两只狗。馒头，去卧室把抱枕拿过来。闻言，其中一只萨摩耶很是熟练地去卧室将他的抱枕给拿了过来，而另外一只就显得有些蒙圈，呆呆地站在原地。白思妍扬起一个得意的眼神看着我，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但心里又松了一口气。这场闹剧终于可以结束了，正准备拎着我的白雪回去，一摸口袋，却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带钥匙。于是，已经走到门口的我选择了转头，然后用极其可怜的眼神看着白思妍。而我脚边的白雪更是扬起了一个招牌狗狗微笑，似乎是在说：“看我多机智，都提前帮你把换洗内衣给准备好。”那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白雪？那就不必了。于是我只能暂时住在他家，然后一边联系开锁师傅。谁知道附近的开锁公司被查处有密接者要被歇业2周。白思妍知道这件事后，淡淡的说了一句：“那这段时间你就住我家吧。”解决这件事之后，只见他从厨房里拿出了狗链子，默默地给馒头带了上去。“你就住客房吧，房间里面经常有人过来收拾，应该也不脏。换洗的衣服，我的应该不合身吧？”白思妍从头到脚看了我一眼，说出来的后半句话差点没让我当场爆笑。我等下去超市买。我连忙将话题给引了过来。半夜洗漱好睡在床上，我看到了闺蜜给我发来的岑悠然最新的那条朋友圈，上面是她一个人坐在江边喝酒的样子。她还配文：“我好想你，可你此刻却不在我的身边。”恶心的我差点被把隔夜饭吐出来。果然是渣男配贱女，绝配。而没有陪在岑悠然身边的张艺兴，在好几个小时之前，一次又一次的跟我打电话发微信，就是为了知道我跟白思妍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至于他为什么不亲自过来，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知道我家在哪里，所以他一个下午都只能对着我的微信头像干着急。一想到张艺兴那一脸吃瘪的表情，我就心情爽到飞起。抱着这样的好心情，我一夜好梦。半夜，我口渴，想要起床喝水，可刚走到客厅，就被眼前的一切给雷在原地。差一点点，我就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原地去死的想法，连带着我的睡意都被拍得一干二净。白雪此刻正带着馒头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上开心地玩耍，地上满满当当的都是沙发的馅儿，而他们俩的嘴边还挂着沙发的真皮。两只萨摩耶开心地在沙发上奔着跳着，看上去就像是两只喝了炫迈的狗，嗨到停不下来。那一瞬间，我一口老血都要被他给气死了。我看着那被撕扯到根本无法看的真皮沙发，以及那只此刻还特别开心的狗，很想把它抓起来，从阳台上就这么扔下去。它撕扯的是沙发吗？是我口袋里的人民币呀！报废，联系售后。白思妍声音平淡地开口说道，但我站在他身边，明显地感受到了他此刻内心压抑着的那股子冲动跟气愤。一个电话过去，就算是大半夜，售后也很快就到了他家。看着顶着一头鹅毛、穿戴不整的我，
其实我是刚刚追着馒头，狠狠地将他打了一顿，并将他关进了狗笼子。而白思妍则穿着干净的真丝睡衣站在我身后，他的身后是一地的狼狈以及无法直视的沙发。售后，我看到售后很是明显地咽了咽口水。白先生，这个我们会负责帮你马上处理好。白思妍没说话，点了点头。那要不要帮你换一个稍微牢固抗造一点的沙发呢？售后看了我一眼，还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我啥意思？内涵我放心放心，没什么大事情，大概是小两口追求刺激，一个不小心把沙发给拆了吧。售后小哥哥礼貌地告别离开，边走还边给自己的女朋友发语音：宝贝，我们以后可千万别追求这样的刺激，太费钱了。我机械地转头去看白思妍，后者面无表情，一脸淡定。我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心里琢磨着应该怎么开口去打破这尴尬的局面比较好。白总，沙发的钱我会赔给你的。白思妍摘下鼻梁上的金丝框眼镜，捏了捏太阳穴，然后用着一种很无奈的眼神看了一眼被撕扯到粉身碎骨的沙发。行了，你一个996能有多少钱？早点回去睡觉吧，别说废话来烦我了。我被他噎得满脸通红，但毕竟是自己家的狗惹的事，也不能怪他生气给我甩脸色。虽然我确实没多少钱，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不是不知道承担责任的人。我嘴硬地开口：是吗？既然是你的一番心意，那20万的沙发，你到时候可以直接转到我的卡里去。我傻了，白思妍家里的是什么沙发？金子做的吗？他显然一眼就看透了我的想法，布满红血丝的眼神慵懒地看了我一眼。所以，既然有这个心，没这个力，那就给老子转身滚去卧室好好的睡觉。大半夜的总是喜欢浪费时间给我讲废话，时间宝贵知道吗？大晚上的不睡觉是准备向你的狗学习吗？听不下去了，我二话不说，踹了一脚身边的白雪，就准备转身回去。咦，链子呢？我好奇的又回过身去，就看到白思妍此刻正在客厅里找着什么东西。什么链子？我实在按耐不住好奇，开口问他。今天太忙了，还没有溜馒头，要是他一嗨起来，我都怕他把我家给拆了。我跟白雪看着客厅上的那个沙发，难道不是已经把家拆得差不多了吗？怎么感觉白思妍不仅失忆了，好像还变笨了？在我愣神的空隙，白思妍已经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了狗链，然后在我跟馒头的注视下，将狗链套到白雪的狗脖子上，打开公寓的大门，将狗链连带着白雪一起扔到了门口。白雪，馒头。白思妍一脸严肃地看着白雪，用下巴指了指电梯：你自己坐电梯下去溜一圈，溜完记得早点回家，我给你开门。我感觉从白雪的狗眼里看出一种狗生无恋的味道，不就是把他沙发给咬坏了吗？有必要这样伺机报复萨摩耶吗？可是我看白思妍的表情也不像是在开玩笑啊。而我的这些疑惑，在我手机传来叮咚一声中成功的解开。看着公司的内部微信群里刚刚上传成功的那份项目分配文件，发送者白思妍。所以他是加班加到这个点，导致有些神志不清了吧？也怪不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拎着一根狗链子在遛狗了。为了避免更多的乌龙发生，我在白思妍准备关上门的最后一刻拦住了他，然后迅速地牵上白雪的狗链。白总，我刚好现在还睡不着，狗就让我来遛吧，你放心，保证遛到它舒服。
并且不拆家。我扫了一眼狼狈不堪的客厅，脸不红心不跳地开口。白思妍目光呆滞地看着我，黑眸里没有一丝的波动。他机械地将门打开，记得早点回来，遛完后去厨房柜子里拿狗粮跟零食。左边第一排都是他的零食，但是不要吃太多，会长肉。还有群里刚刚发的项目分配，记得去看。明天上午10点有一场项目线上培训，对你项目的跟进有很大的帮助。还有，白思妍走了2步，似乎又想起了什么，然后转身对着我，一副循循善诱的前辈模样说道：真不知道你那个男朋友有什么好的，值得你大半夜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有这个时间，还不如早点擦亮眼睛去寻找更好的男人。2条腿的男人难道不是烂大街吗？白思妍边说还边白了我一眼，不就谈个恋爱吗？搞得生离死别一样，没出息。说完，他傲娇地转身，留着我一个人在风中凌乱。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大晚上的不睡觉，被当成炮灰一顿骂。虽然白思妍一如既往的毒舌，但我知道他却是那个帮我出气的那个人。第2天一早，白思妍又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无比精致的高富帅，仿佛昨天晚上的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梦。线上会议的中场休息时间，我正在一边整理刚刚的学习资料，就看到张艺兴走到了别人的座位后面。以为人家的摄像头关了，在那里拿着手机，笑得一脸开心。我就是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他手机屏幕那端会是谁的存在。白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跑到了白思妍的房间去，还恶作剧地对着镜头叫了一声。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张艺兴吓得差点把手机给扔了出去。他环顾了一圈四周，这才发现是同事的摄像头没关，于是凑进去正准备细看。我突然心血来潮，有一种想要好好的折磨他一下的想法。我拿着水杯快速地走到了白思妍的房间，然后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出现在镜头里，还跟白雪亲密地互动着。果然，张艺兴看到这一幕，惊讶的下巴都快要掉到地上了。星晚，你怎么会在白总的家里？你们不会是真的同居了吧？哦，我来把我的狗带回去。怎么，你有什么意见吗？我云淡风轻地开口。对了，你跟岑悠然记得玩得开心，想来刚才已经约定好了，准备去干嘛了吧？张艺兴一脸慌张的样子，更是验证了我心里的那个想法。我勾唇对着他微微一笑，然后无视他，转身离去。等白思妍从书房回来再次开会的时候，就看到张艺兴对着他的镜头欲言又止的样子，看得出来憋得很辛苦啊。白思妍看着他，有些烦躁地开口：你要是想去上厕所就直说，不要一脸便秘的样子看着我。他的声音冷酷疏离，带着一种不好惹的情绪。张艺兴被他说的有些无地自容，只能安安静静地低着头，然后摇摇头说没事。大概是接连的几件事情，让张艺兴突然有了一丝丝女朋友是否给自己戴了绿帽子的危机感。他开始轰炸我的微信，努力地询问我家住在哪里，并且还说给我带了我最爱吃的奶油小蛋糕。我看着微信上面的那一条条微信，也很努力地翻了一个白眼送给他。但这样不行，如果我想要让他彻底的死心，就必须要摆出一个比他更高级的物种来秒杀他。于是再三斟酌之下，我敲开了白思妍的房门。虽然这段时间住在一起，但我们之间的交集除了2只狗并不多。奶酪棒、火腿肠，你家馒头喜欢吃的零食，我也会做。白思妍挑眉看了我一下，
缓缓地开口：“怎么，有事？”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捏着衣角，低着头开口：“张艺兴那个渣男，现在在我们小区楼下，还说给我带了我爱吃的小蛋糕。我想请您出个面，帮我秒杀一下渣男。”白思妍双手怀胸，整个人有些慵懒地靠在门框上，让我帮忙秒杀渣男。感谢之意却给馒头。我绞尽脑汁地想了想，也没想出个好办法。那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如果你后续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随时开口，我保证绝无二话。我很认真地对着他伸出3根手指。白思妍跟我说了一句等着，然后去了卧室，换了一身闪瞎眼的阿玛尼运动服。珍惜生命，远离渣男，早点分手。白思妍出门前冷冷地对着我说了一句。我好奇地跑到阳台，正好可以看到张艺兴跟白思妍2个人面对面在谈话。白思妍跟他说完后，理都没理他，直接留给他一个潇洒的背影。而张艺兴气恼地将一整个蛋糕砸向花坛里。我问白思妍跟他说了什么，说你刚刚吃饱5星级大厨亲手做的蛋糕，说你不跟他这样的渣男谈恋爱，还跟他说老子这样一个高大帅气、颜值爆表、智商在线的高富帅难道不香吗？傻子都知道选谁，让他给老子滚远点，少在我女人面前瞎转悠。我一脸惊讶地看着他，白思妍却一脸淡定地从我身边走过。那叫一个云淡风轻，就这么点破事还值得你们3天2头的扯来扯去？我这边手头一堆项目要忙，还要管你这种恋爱的破事？我被骂得跟个鸵鸟一样。刚回到卧室，手机里就传来一阵阵叮叮咚咚的声音，是张艺兴。直到这个时候，他还没死心呢。他说他是真心爱我的，他对我一心一意，却没想到我竟然背着他出轨。他说他跟岑悠然不过是好朋友，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他也从来都没有想过出轨。他说他相信我只是一时冲动下做出的这个结果，到头来还是会发现他才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我就很想问问他，到底是谁给他的这个的自信了？脸怎么就这么大呢？我打开闺蜜的聊天窗口，问她岑悠然最近有没有什么动静。果然，在1天前，岑悠然就晒出了2张去大理的机票，还附文：不管我想去哪里，你都会第一时间跟我在一起。我想，这大概就是默契，神他妈默契。为了让张艺兴看到，我也特地在朋友圈晒出了刚刚在网上订的游乐园的门票，就是为了能够成功的气到张艺兴。可我没想到，我刚踏入游乐园的门，就看到渣男贱女在我面前亲密无间的样子。张艺兴一看到我，立马放开牵着岑悠然的手：兴晚，你怎么也在这里？我还没开口呢，就听到岑悠然带着一脸挑衅的微笑看着我：艺兴，这位就是你的女朋友江兴晚吧？怎么她来这里玩，你不知道吗？你还经常在我面前提起她呢，说你们之间有多么恩爱，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呢。还是说，这该不会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喜欢她吧？不过我听艺兴说，好像江小姐跟你们老板的关系也不简单呢。看来江小姐真的是一个很有手腕的女生哦。下次有机会可以教教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男生都喜欢自己吗？我冷哼一声，果然是绿茶，表里表气。不过就算他说破嘴，我也不生气。我扬起大大的微笑看着张艺兴，你不是说要去大理跟朋友一起玩吗？怎么突然就变成来游乐园了呢？该不会是怕我跟白思妍背着你们发生什么事情吧？我捂着嘴笑道：你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爱吃醋呢。
岑悠然脸上的笑瞬间僵住，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张艺兴：“你不是说突然想要带我来游乐园，体现一下青春的气息？难道他说的是真的？”张艺兴瞬间涨红了脸，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江心婉，我这边还暗自爽到不行，就听到背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我。我转头一看，咦，不是白思妍，还能有谁？我装作跟他很亲密的样子，扬起手朝他开心地挥了挥：“来了来了，我这才刚刚离开你的视线几分钟呢，你就这么着急找我了呀？”我刚挽上他的手腕，就看到一个小屁孩手里拿着2根甜筒，站在白思妍面前，一脸疑惑地看着我，又看看他：“叔叔，他是谁呀？是婶婶吗？”白思妍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手腕上属于我的那只大猪蹄子：“不是婶婶，是叔叔的一个朋友。叔叔不是跟你说了，只能吃1个甜筒吗？你买2个干嘛？”我一直以为白思妍的毒舌只是对我而言，这才发现他对小朋友都有毒舌性质，心里瞬间平衡了不少。这是我哥的女儿，今天他们2夫妻要出去过2人世界，所以让我带她1天。白思妍余光瞥了我一眼，许是觉得我有些可怜兮兮的样子，竟然破天荒地用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那个无比温柔的语气对我开口。我点点头：“一起玩，刚好我也不会带小孩子，反正你还欠着我人情，孩子归你了。”他自顾自地说着，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一股脑地将小屁孩塞到我的怀里，然后夺走了1个甜筒，长腿一迈，开心地吃了起来。一整天下来，我带着孩子累得跟狗一样，发型都乱了一大半，而站在我身边的白思妍衣冠楚楚，脸上还洋溢着一股很开心的笑容。我气，但一想到这是之前欠他的人情，我忍。好在白思妍这条狗还是有点良心的，为了补偿，我带了1天他侄女，他请我去5星级酒店吃饭。好死不死，刚一进门就看到了张艺兴跟岑悠然站在门口，岑悠然还拿着手机对着酒店大堂的玫瑰花拍照。张艺兴看到我跟白思妍一起走过来，还牵着孩子，瞬间脸色黑了 N 度。他大声地开口说道：“把这些玫瑰花都包起来，我要送给我未婚妻。”酒店的玫瑰花是为了庆祝周年庆特地准备的，不对外开放。服务员一看他们是前来用餐的顾客，又看2人亲密无间的样子，点了点头：“好的，先生。”玫瑰花一共是9999朵，单朵299元，一共是29万。请问您是刷卡还是现金？我本想扭头就走，闻言勾唇一笑，微笑地看着他，一脸看好戏的样子。张先生为了博前女友一笑，真的是尽心尽力呢。那就让我这个前女友好好的欣赏一下你的大方吧。我边拍手边走到他们面前，此刻的张艺兴的脸色早就变成红橙猪肝色了。那个，我手机没电了，晚点过来。张艺兴丢下这句话，拉着岑悠然就跑了，看得我一脸好笑。要不是碍于公共场合，我怕是笑得4脚朝天都有可能。这么开心，白思妍在我身边冷冷地开口，看上去情绪有些不高。废话，难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比能看到前男友吃瘪更高兴的事情呢？叔叔，你跟婶婶在说什么呢？婶婶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为什么不告诉我，让我开心一下呢？小侄女嘟着嘴，有些不满地扯了扯白思妍的裤子。白思妍弯腰，这才将她一把抱了起来。叔叔在说婶婶是笨蛋，婶婶觉得叔叔说的挺对的，所以她很开心。我吃好饭，白思妍告诉我，
下午要去一趟郊外看风景，那我怎么办？白思妍切着牛排的手一顿，一脸戏谑地看着我，还能怎么办？孩子都在我这里，你还打算丢下他？我转头看着小侄女，后者睁着一双大大的卡姿兰大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我。婶婶不要我了吗？到了郊外，我这才发现原来还有风景这么美的度假村。因为正值周末，度假村的人多，房间也很难预定，于是我只能选择跟白思妍一个房间。真的没有房间了吗？随着电梯缓缓上升，我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跳得更加快了。不然你等下自己去问。白思妍连个脸色都懒得给我。电梯门一开，长腿一迈就走了出去。可我怎么也没想到，都说冤家路窄，但也不能窄成这个样子吧。刚走到房门口，就看到对面的房门打开，张艺兴从里面走了出来，跟在他身后的还有岑悠然。白思妍倒是淡定，打开房门就走了进去。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成功的将他们无视。房间门啪的一声关上，我通过猫眼成功的看到站在门口的张艺兴一脸气到爆的样子。果然爽。然而这种爽并没有持续很久。大半夜的，白思妍有些不耐烦地坐在沙发上跟我讲话，她顶着2个明显的黑眼圈，蹙着眉，显然已经有些脾气。可还没等她将话说完，就听到门口传来一阵聒噪的敲门声，不仅将小侄女给吵醒了，还将她的脾气给成功升级。江心婉，你们2个人大晚上的不睡觉，盖着被窝纯聊天吗？聊天也不要打扰我睡觉。就算我们刚分手，你也没必要这样在我面前秀恩爱。白思妍本就烦躁中想要找个出气筒，谁知道眼下张艺兴上赶着让他骂，他直接长腿一迈将门打开，将他给臭骂了一顿。你他妈是不是有病？老子在自己房间跟自己人谈话，跟你有屁关系？还需要你同意？你大晚上的怎么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脸是有多大？还秀恩爱？老子就是秀恩爱了，怎么着吧？是花你家钱了，还是开你家车了？兜里没多少钱，还敢来给我充大爷？不知道老子房间里还睡着一个小屁孩吗？你他妈半夜3更的打扰人家小孩子睡觉，是想要人家跟你一样长不高吗？给老子麻溜的滚一边去，别来烦我！白思妍说完，啪的一声把门关上。我后来暗搓搓的从猫眼里去看了一眼，张艺兴竟然被他活生生的给骂哭了。我看着门外，捂着嘴偷笑着，笑够了就给我滚过来，好好算算我们2儿子的那些事。白思妍早就已经坐在了沙发上，翘着2郎腿抱胸看着我了。因为临时决定出去，所以白思妍将萨摩耶暂时寄托在宠物医院。谁知道这才刚出门没多久呢，他们就把别的小母狗给搞怀孕了。白思妍深沉地叹了口气，我清晰地看到她太阳穴突突地跳着。行吧，到时候去检查一下，要真怀上了那就生呗，总不能不负责吧。门外冷不丁地传来哇的一个哭闹声，真不知道你那个时候怎么脑子进的水，看上这样一个傻逼。人家是情商或者智商，最起码2个里面有1个在线，你倒好，2个都没有过。看男人的眼光是掉到狗洞里去了吧？瞎子都比你会看人，就分个手，还1哭2闹3上吊。我家侄女都比你成熟，我被她对得烦了，直接抄起沙发上的抱枕就朝她丢了过去。你上辈子是毒蛇吧？说出来的话这么难听。我气鼓鼓地瞪着他，忠言逆耳不知道吗？白思妍紧紧地抿着唇，然后走到卧室里面，将门反锁。我刚想起身敲开他的房门，好好的跟他理论一番，
就感觉肚子上传来一阵阵抵不住的刺痛感。我窝在沙发上，将自己卷成一个虾的样子，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减少一些疼痛感。无果，腹部的刺痛感不减反重，我被痛得晕了过去。意识再次恢复过来的时候，是因为听到房间里传来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奶奶，我没有骗你哦，叔叔的床上真的有婶婶在呢，你看。”奶声奶气的声音，除了白思妍的小侄女，还能有谁？你叔叔呢？把他叫过来，叔叔去买早饭了。房间里就我跟婶婶在呢。我迷糊的脑袋一下子就清醒了。我不是睡在沙发上吗？怎么就跑到白思妍床上来了？难道我梦游了？还有，白思妍妈妈是不是对我们俩的关系产生误会了？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帮白思妍好好的澄清一下我们清白的关系。于是我从床上连滚带爬地找到小侄女面前的手机，摆出一副无比严肃的表情：“阿姨，这一切真的是一场误会。我是白思妍的婶婶，我不是你小侄女的婶婶。”刚说完，我就想狠狠地抽自己2耳光，很想把我的脑子打开，看看里面装的都是些什么垃圾东西。电话那端的女人也愣住了，缓了又缓，终于开口：“那这么说来，你就是我妹了。”白思妍拎着早餐袋从外面走进来，两眼发黑，差点没想打死我。白思妍走到我面前，挂了视频：“谢谢你给我妈找了个姐妹，我外婆还不知道自己有你这么一个小女儿吧？下次不舒服提前说。”我一出门看到沙发上血流成河，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自杀了。他边说边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放在我怀里。我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包卫生巾跟红糖姜茶，还有几张暖宝宝。我撇撇嘴，有些感动：“老板，我怎么好像就给你惹麻烦了？要不我还是给你转点钱吧，以示我的内疚之心。”白思妍转身走向卫生间：“行啊，那你先给20万吧，直接转卡里。”度假结束回去之后，因为姨妈的原因，我整个人都显得有些病怏怏的，被张艺兴看在眼里，就以为是我怀孕了，身体不舒服导致的。而白思妍还一脸淡定地坐在办公室里，对我的不舒服显然视而不见，一点也不重视。所以在他心里，白思妍已经沦为一个渣男了。张艺兴接着喝水的空隙，鬼鬼祟祟地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白思妍，你别看他人模狗样的，但他一点都不爱惜你，也不知道心疼你。你看看，你现在还怀孕着，脸色也这么苍白的样子，他还让你穿着高跟鞋上班。换作是我肯定不会忍心你这样子的。”闻言，我二话不说就踢掉高跟鞋：“行啊，那你去帮我买双平底鞋过来呗，楼下 LV 就有，随便买，我不挑的。”张艺兴立马闭上嘴巴，然后捏紧手里的杯子离开。我下意识地打开微信聊天框，你知道刚刚张艺兴来给我告状，说你是个渣男，我都怀孕了还让我穿着高跟鞋上班。我正想发哈哈哈出去，指尖却顿住了，这话怎么听上去有些暧昧呢？正想撤回，没想到白思妍秒回了一个行吧，他是老板，他很忙。然而下一秒，他就把我跟张艺兴都叫到了办公室，地上明晃晃的摆着一排的 LV 的平底鞋，最新的款式，每个一双，选吧，都是你的。他对着我温柔地说道，然后下一秒用极其冷酷的声音对着张艺兴：“老子上次是不是警告过你了？少在我女人面前晃悠，你是不是把老子的话当成耳边风了？有那个时间跟精力多用在工作上，再被我发现你工作出小差，直接给我滚蛋！”张艺兴被骂红了眼睛：“你们不适合在一起。
我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然后当着他的面脱下高跟鞋，换上了舒服的平底鞋，少在我面前晃悠。本姑娘忙着去产检呢。白思妍正在签名的手一顿，随即想到了什么，点了点头。我陪你去。产假结果很顺利的出来，我松了一大口气，没有怀孕。怎么可能没有怀孕呢？你到底是不是医生？会不会诊断啊？你把诊断文件给我看看。没错，怀孕的那只狗，主人竟然就是大波浪美女，她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我也默默地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怀上，不然的话，这还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了。终于在跟医生沟通了不下10个回合之后，大波浪美女终于承认她家的狗没有怀孕，而这一刻其实都是她蓄谋已久的安排，目的就是此刻站在我身边，一副生人莫近的白思妍。行了吧，既然没有怀孕，那我们就先走了。白思妍手插着兜，看着他，一脸不耐烦的样子。思妍，这肯定是医生误诊了，我们再换一家医院诊断一下。大波浪美女眼见白思妍要走了，连忙拉住她的袖子，泪眼汪汪的样子，真的是我见犹怜。但她忘记了一点，白思妍就不是正常的男人。我站在一边，沉默地看着他们。虽然我也有那个心想要去救白思妍，但是看着大波浪美女那浑身上下的名牌货，再低头看看自己，算了，既然没这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了。他一把抽回自己的手，然后眼神冷冷地看着傻傻站在一边的我，像是终于忍受不了。他咬牙切齿地开口说道：你还傻站在那里干嘛？还不过来？怎么着？自己的男人现在还打算拱手让人了？闻言，我立马挺起胸脯，亲密地抱紧白思妍的腰，露出一副正宫的气场来。白思妍在我耳边轻声地笑了笑：你们真的在一起了？我仰着头，一脸高傲地回道，然后学着他的样子回道：没错，有空多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少给我惦记老娘的男人。还不滚，是想看着我们秀恩爱吗？思妍，你真的喜欢他吗？他都没料。大波浪美女说着，还特别自豪地挺了挺胸。喜欢呐，都说胸大无脑，胸小才说明我家宝贝聪明，你不懂。大波浪美女成功地被白思妍这番话给气跑了。不错呀，学的还有模有样的。她握着我的腰，亲昵地捏了捏，还伸出另外一只手摸了摸我的头。回去的路上，我坐在驾驶位上，脑子里盘旋着他刚才说的那个喜欢。车子在公寓停下，我决定要直视一次自己的心。白思妍，我刚刚说的话都是认真的，我喜欢你，所以你到底喜不喜欢我？我转过头，一脸严肃地看着他，说公寓的钥匙丢了是借口，是因为想要借着白雪跟你多接触，想要你帮我把渣男赶走，不是单纯的找你帮忙，而是因为喜欢你，所以才想要多麻烦你。我总是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靠近你，接近你，我不想逃避自己的心，所以我现在就想要你的一个答案，你要不要？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悉数吞进了肚子里面。你觉得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吗？他一脸戏谑地看着我，如果不喜欢，我就不会给你这个机会让我接近我。白思妍看向我的眸子里全是星光点点，我俩相视而笑。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爱情。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